求你们放开我！像学他一样是不是？跑啊！跑！不跑了！跑呀！闭嘴！电话哥，行啊，学会了报警。怎么样，放得够不够？哎，老何，你们呢？好吗？没事吧？哎，八洞洞1、8洞洞2，我们已经到了红柳村，准备派车直接派送。特战队员对村子周边1公里范围内进行了清理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对村民反映，暴恐分子从西北方向范阳小道撤离。报告完毕。拐洞1，拐洞1，1911侦查编队报告。现在已进入飞熊国无人区展开侦查。什么？飞熊国无人区，拐洞1明白。
太大，从小路走。在黑熊沟无人区西部3台上发现一支队伍，我们正在降低高度接近目标。肯定是他们。191，外电员收到，注意监视，我编队马上赶到。1911，明白。各小组注意，做好战斗准备。还有谁走不动的？走！快下！飞马队到，带第2队从右侧跑上。明白。响尾蛇到，带第3队从左侧跑上。明白。第1队跟着我出发。看见了。爆狂分子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。营长，我这里发现一爆狂分子丢弃的弹夹，他们应该是往沟里去了。明白。向前！
小二，小二，小二。先给他包扎。医疗队，医疗队，辽东要两地区有民重伤员，去苏联营救，苏联营救。你在这儿照顾好他，其他人跟我来。 老乡，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发现一名伤员，请马上派人救援。老乡，你们还有几个人在他们手里啊？几个？德川报，这里是飞毛腿，暴恐分子手里面还有4名人质。收到。 拐动药，我是钻山豹，暴恐分子手里还有4名人质。明白，秘密和空中扩大搜索范围。收到。所有人注意，继续前进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明白。你们2个留下等待救援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 广东幺，黑熊沟底河川一侧发现一处食物和石墙，有没有人员活动？没有发现人员活动。再复查一遍，打开热成像雷达，仔细搜索。明白。看好了啊！来，先生。好。望远镜。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已经发现暴恐分子，7人在屋外，1人在屋内砍杀人质。over。明白。拐动药，拐动药。这样，我先返回空中指挥部，升空指挥。飞毛腿，条尾蛇，你们带着你们的人在外围继续行进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明白。喂，长老，我是老狼，我们被解放军给盯上了，还死了好多兄弟。什么？让我们等到晚上？喂。
号位准备完毕。怎么样了？目标锁定。电台。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激光已锁定目标。拐动腰，拐动腰，一定要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。拐动腰，明白。老袁，一定要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，知道怎么办吧？拐动腰，拐动腰。攻击计划如下：第一步，狙击手先设法干掉屋内的暴恐分子；第二步，邵伟华分队用激光照射屋外矮墙处的目标；第三步，实时从远距离发起攻击；第四步，邵伟华用爆震弹和烟雾弹掩护，发起最后的冲击。马上行动。明白。时机成熟就分享。是的，知道。各机组自选目标，一个不留。把手背过来，走。漂亮，哎，哎，好。对，上。把我举起来，带走。去，走。报告营长，任务完成。你就是那个姥姥。对。带走。报告指挥部，报告指挥部，我是钻山豹，任务已完成，人质已救出，准备返回。成功了。
哎，机长，看，在那儿。这里！哎呀，王子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可能降落有点困难。机长，我们再下降点试试看吧。好的。王子，我是指挥中心，情况怎么样？报告指挥中心，我们已经发现了伤者和2个女友，但是现在下面情况比较复杂，谷底全是乱石，根本就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。山谷里一共有几个人？我们只看到3个人，一个是夏日伤员，还有2名夏日女友陪伴在伤员身边。不好，大队长，山顶上的油层在加厚，这是要下雨呀！如果再看不清两侧的山体，这直升机摇摆不定，将会有撞山的危险。连长，我们绕到后边地方再试试看吧。好。杨军队长，我是江海。如果情况复杂，确实不适合降落，请你立即返航，立即返航。明白，立即返航。特战分队的吧 ？A 集团军特战旅1营副营长严建行受命前来报道。我是陆航团1大队大队长江海，你好。你好，江队长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的直升机去峡谷侦察了，发现沟底太窄，全是乱石，直升机根本无法降落。现在沟里又下起了雨，只能放弃机降落的计划。上参谋，到。照片。那，啊，这是沟底的照片。这个地方叫黑龙湾，我以前刚野战训练的时候到过。如果说现在沟底正在下小雨，那么山顶就是中雨到大雨，不出1个小时，山洪就会下来，到时候伤员和驴友可就危险了。这可怎么办？
你们俩有事吗？可以走吗？照顾好他。加拿队长，加拿队长，我们已到沟底，请你们守空等待。 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这样，你们俩还能走吧？好，我来背着他，把他转移到那块平台，好吧？走。加拿队长，加拿队长，我们已经到位，你们可以降低高度，放下脚车。放！对，接着。报告。 队长，接着队长，可以升上去了。王总，现在更小点，去把袁部一起拉上来，一起回去。
是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谁也走不了了，快走！走啊！ 走！快走！伤亡爆发。 袁副营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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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袁副营长。 袁副营长，先放担架上，别动，让他也恢复一会儿。他是用这个小镜子报的信。袁副营长。 你醒了，江大队长，哎，是我。又见面了。机长，我是吴征队长，伤员找到了，正在恢复。姚队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没受什么伤，就是太累了。啊，吃点巧克力，恢复一下体力啊。 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你，我都准备去烈士碑前给你送花圈了。阎王爷呀，嫌我长得太难看，你不要我。你呀，是早有准备吧？啊，是吧？还带一面小镜子。往哪儿跑？
没想到啊，把你江大队长的座驾给打下来了。打得好！我一直想找这个人，没想到原来是你。那，握个手吧。好。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航线20度了，马上进入战区，这样可以避开敌方雷达，我们能侧面迂回过去。偏离的这么多，我们要不要向团长汇报一下？哪那么多事儿？疯子，请报告所在位置，飞行状况。报告老猫，编队进入6号空域，飞行状况良好，报告完毕。到达作战空域后，立即报告目标位置、推进速度、装备数量。疯子明白，报告完毕。疯子，是否偏离航线？是否偏离航线？你马上校正航向！马上校正航向！你听到了没有？哎，你怎么把它关了？不听他们啰嗦。这可是团长的命令啊！一路上光听他嘚不嘚了，我还打不打仗了？通知动2、动3、动4号跟点，我们从5号战区东侧丘陵地带绕过去，从敌军打头团的侧方进入，隐蔽接地后发起攻击。从后方进入，既有欺骗性又有突然性，就算被发现了，停车应战来不及。就别疯了，切断和指挥部的联络，到时候团长应该给你急了。哎呀，到时候你就跟他这么说。又是我说，是爷们就得敢担当，是我徒弟就得跟师傅打配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就是得去糊弄团长呗？这怎么说话？你得这么跟他说，你得说我们是进入战区了，怕被敌方侦听，所以暂时关闭了通信系统。哦，还不懂？你听我的没错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动2、动3、动4，保持密对队形。江海他们现在到什么位置？已穿越6号空域，马上到校战区。只要江海他们能够阻滞敌军推进速度，伏击兵力就可以全部部署到位。这次我们是4架直9双主双机编队，武器配备是真打合一。我目前江海的状态，完成任务没问题。都到位了吧？到位了。好，各机示意，按演习预案，敌坦克团就在我正前方4公里处的3号公路上向南开进。我们越过丘陵后，坦克团侧后方进入，攻击目标确定为车队前4辆坦克。攻击顺序：由我首先攻击第4台车，动2号紧跟，攻击第3台，动3号攻击第2台，动4号攻击头车。攻击目标和顺序都清楚了吧？动2明白，动3明白，动4明白。好。
雷达眼力目标显示。师傅，我们是不是把位置搞错了？没错，是3号公路。那时候我们来早了，海虎团还没有开出来。不会吧？有没有可能我们迂回机动飞过了，坦克团早就开过去了？可能我们进入5号战区没多远，一个齐装满营的剑士团至少105公里长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开过去，连点烟尘都没有。要你这么说，他们推迟了出发时间？这倒是有可能。哎，义军坦克团团长叫古霞，你知道吗？倒是有所耳闻。说他是战区最牛的坦克团团长，他好像有个什么外号吧？马拉多纳，这不是阿根廷著名的足球明星吗？东三东四注意，马上沿3号公路南北方向延伸搜索。东2号，3000米空域警戒。要不要向指挥部报告？先等等，我记住情况再说。报告东1，我是东4，向北延伸20公里，没有发现装甲目标。报告东1，我是东3，向南延伸飞行16公里，没有发现任何目标。扩大搜索范围，扩大搜索范围。马拉多纳也没有按演习规定的时间出动，阿尔蒙红军的首领们还在小沙河一带排兵布阵，还在爱玉岸准备响叮中的盛宴呢。那这么说，我们上当了。这个玩笑可是开大了。老包，我是分子，敌军坦克根本没有在3号公路出现，我正在扩大搜索范围，报告完毕。怎么可能啊？团长，江海他们正在扩大搜索范围，告诉江海，不能进入敌军边防区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武侠是个聪明人，一旦发现我们在找他，肯定会改变行动计划。团长，敌军的行进路线情报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这是网络侦察组前天实施黑客渗透时截获的。武侠战术方案很明确，他的1、2、2个营就是要从小沙河一线突进。我在小沙河设伏，应该没错。命令江海按原路返航，另派无人机继续侦察。疯子，指挥部命令你编队，立即按原路返航。为什么？执行命令，立即返航。明白。通知东3、东4向我们靠拢，东2继续空中警戒。你不准备返航？空中回旋，你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这是命令啊！命令当然要执行，但也得看怎么执行。盲目的执行，还是极其灵活的、有创意的执行？算我说不过来。放心吧，早晚是要返航的啊！交给你了啊！看见下面那个岔路口了吗？看见了，怎么了？下去看看。什么？落地啊？叫你下去就下去嘛。武侠起了这么个外号，这是从地区探军内部流传出来的。据说有次化战地演练，武侠率领一个坦克营快速突防攻入敌方区，巧妙地绕过3处雷区，又连续击毁了对方3辆坦克，最后直接把坦克车开进了对方的指挥所里。他的这场战役让人想起了著名的马赛回旋。韩代连续过了6名防守队员和守门员，最后一脚破门。所以，喜欢足球的敌军参谋长就称他为军中的马拉多纳。
好了。小心点啊！坦克履带印。老乡，部队在这里演习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从这里过很危险的，坦克很快就过来了。坦克啊，坦克早就过去了，过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过去的，过去半宿了。哦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往西边去。西边不是山区吗？往山里去了。谢谢哈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什么话头？坦克昨儿晚上就过去了，进了西部山区。进山？地图。你看，从这个岔路口往西，确实有一条通往山区的公路。马尔多肯定是进山了。他进山干什么？这条路啊，有可能通向我军的后方。我怀疑他要偷袭我们的后勤基地。那要是这样，可就麻烦了。老毛，我是疯子。什么情况？快说！怀疑啊，地局在跟我们耍滑头。不要怀疑，要说依据。他可能走西部山区小路，绕到我们后面去了，要在我们后方实施突袭。你这么肯定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行动，我建议啊。情况并不清楚，你建议什么？我看见3号公路上有坦克履带印，我还听老百姓说，昨天晚上有坦克开过。请指挥部马上调整部署，最好放弃伏击计划。参谋长，江海他们发现一个新情况：3号公路发现坦克履带印，他怀疑古霞的部队已经转向西部山区。古霞要走西部山路？胡扯！那么窄的路，能过坦克吗？江海大队长，我是参谋长。你在天上飞着，怎么可能看清公路上的履带印？我降落在3号公路旁边，我亲自在公路上查看的。什么？你落地了？是的，我判断敌军有可能从西部山区绕到我们后方。你看见坦克了？没有，但是我听老百姓说了。听老百姓说的？我看他真是疯了。我是疯子，首长，请指示。嘛都能听出来，严谨点。仅仅是听说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？一个飞行员干起了侦察兵的活，真是头一回听说。你叫江海他们马上返航，继续在3号公路上逗留，只会暴露我们的意图。是。疯子，请你按原路返航。听见请回答。疯子明白。江海说的没错，这回 A 集团军被 D 集团军坦克团长古霞甩得不轻。早在演习发起前10个小时，狡猾的古霞已经率领他的坦克团进入了西部山区，利用夜色和山林掩护，悄悄向 A 军后方长驱机动。
，A 军指挥部竟然一无所知，海岸计划在小沙河一带设置伏击场。团长，来口水吧。团长，这个规定不让喝酒，你尝尝。有规定，你尝尝就是了，看把你像。没味儿，这不就是水吗？这是我自己勾兑的矿泉蒙岛甲双二锅头，怎么样？够劲吧？团长，什么意思？酒不喝了，连状态都没有。矿泉水喝出酒的感觉，这就是境界。你伤口还有多远？报告，还有35公里。怪不得前2天你让咱们的工兵营伪装成当地施工队进山来修路，就是为了从这儿绕到 A 集团军的背后，给他来个出其不意。通知部队，一刻不停的给我看守山口。是。团长，放玄门导驴。走。那不是在消除痕迹吗？哎，副营长，我们要不要整他一下？首长要求我们不占边，只讲军。摸清楚他们意图再说吧。明白。参谋长，我觉得江海报告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。报告情况可以，但做出判断是指挥首长的事。你同意他落地的？我也是刚知道。准备是。左团长，看到了吗？4架直升机兜了那么大一圈，居然连一辆坦克都没发现，还得下来问老百姓。无人机一趟，连视频都发回来了。江海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师傅，指挥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什么屁道理？你看啊，西部山区道路狭窄，重装备根本就无法通过。就算是地军想偷袭我们，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。他们能飞过去？那你干嘛就非要怀疑古强会敢偷袭呢？战场上唯一相信的就是你自己，唯一不能排除的是对敌人的怀疑。我可不想白来一趟。按照命令返航也不算是白来一趟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地军坦克深夜通过3号公路岔路口，又突然神秘消失，不知去向。这个动作说明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任何隐蔽行动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不想放弃我的判断，有继续侦查追踪的必要。雷飞，师傅，你就按照命令返航吗？松手！师傅，你不要再违抗命令了。我是机长，我担当。松手！东阳，什么情况？东阳，什么情况？我命令你松手！松手！东2、东3、东4，跟上我们。师傅，你干嘛总要跟团长拧着呢？这不就是个演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演习就是为了打仗，打起仗来，什么情况都会发生。
看见没有？公路和桥都是加固过的。树上落满了尘土，这就是坦克开过的痕迹。通知编队减速，我们翻过山梁，沿另一侧飞。这片山谷我们从来都没有飞过，如果离开了公路，我们就更不好判断方位了。我们如果继续沿公路飞，很有可能会遇上敌军坦克。你注意看，这里还有一条平行的山路。我们如果沿这里飞过去，有可能会更加隐蔽的接敌。动2、动3、动4注意，控制飞行速度，保持前后距离，跟随动1，翻越山脊，沿右侧山脊隐蔽接敌。参谋长，3营现在到什么位置了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过了3帕米的地，大概再有1个小时，就可以进入小沙河村附近。现在爱军黑客一进来，我就知道呀，他们在摸我们的主。既然主动上门，这人情我能不送吗？马上就要出山谷了，3营的佯攻任务还按照原计划行动，按计划执行。告诉3营长，不要有丝毫的犹豫。阿西啊，有眼睛，把黑军主力吸引过去，就算完成任务。我们一定要坚信，只有用3营备歼的巨大代价，才能换取我们长途奔袭的成功。我们的成功也将奠定敌军的最终胜利。打掉他的燃油补给，就等于切断了哀军的大动脉。军长之所以能批准我一天，看重的呀，也正是这一点。师傅，你看，看你们往哪儿跑！一营各车注意，报告展开位置。报告1营进入攻击位置，2连正在跟进展开。通知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兵干扰，防空分队打开雷达。明白。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兵干扰，防空分队打开雷达。命令编队准备攻击，动1、动2，原地跃升。首先对进入攻击线的坦克实施导弹攻击，动3、动4，沿山谷南侧进入，对山谷内公路上的坦克实施火箭干扰攻击。等一下，师傅，这毕竟是演习预案之外的行动，我们还是先请示团长。恐怕来不及了，敌军坦克已经在开阔地集结展开，非常有利于我们空中打击。如果让他们发起冲击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你听我说一句话啊，刚才咱们擅自行动，团长已经很不满意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改变了返航路线，绕道飞行，这团长一点都不知道。如果再不请示就发动进攻的话，这错误犯的可就越来越大了。怎么老这样？前怕狼后怕虎的，那请示了也是打，别打别请示不行吗？师傅，你现在正是正营调副团的一个坎上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毕竟这只是演习，又不是真正的战争，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。你现在报告团长，团长也做不了主，他在请示于参谋长，参谋长在请示军长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是你的副驾驶，我应该听从你的命令。可是发起进攻作战，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啊。我们先报告，也算是把我们侦察到的真实情况通报给了指挥部，这对指挥部调整部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师傅，只要我们报告了真实情况，我想指挥部也不会不同意的。好，报告行了吧？老毛，我是分子，老毛，有电子干扰。团长，防空分队报告，雷达发现我上空有 A 军直升机过来。直升机？对。命令2营防空掩护，低空导弹全部进入作战状态。明白。可恶！妈的，逼在挺敌。命令1营1连立即发起冲击，进入有效射程，马上给我开炮。明白。1营1连，发现目标，即刻开火！发现目标，即刻开火！还是不行啊！别上头了，地面全屏干扰，
再不打就一路战机，后方基地就让连锅端了。我们被雷达锁定了。 这个小子呀，飞得太刁了。哼，给我打！东阳，东阳，注意后方，有一条尾巴跟上来了。 不是咱们陆航团的车，他们来了，我就急了，别跑了。我们现在是第3方监队，不红不蓝，打谁都没商量。那是，我们就扶山帮对一下。参谋长，小沙河指挥所报告，
，D 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，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。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，3号公路未再发现 D 军坦克主力。后勤基地报告，发现 D 军坦克部队、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，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。难道 D 军真的移回到我们后方了？参谋长，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位。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受电磁干扰，一直没联络上。这么说，他没有按原路返回。直升机已经撤离，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？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。明白，明白。307、308、309进入有效射程。团长，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，请求开炮。等等，再靠近点，再向前推进500米。团长，直瞄没问题了。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子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，什么叫泰山压顶，什么叫铁流滚滚，什么叫不知所措束手就擒。坏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强行进攻，地面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。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先干掉敌军乌鸦再说。团长，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，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。各车注意，我是团长古霞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。是导演部刚先锋过来的。这是江海他们吗？不是他，会是谁？报告首长，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。11时30分，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 D 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，团指挥车被击毁，指挥系统瘫痪，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。导演部裁定，从11时40分起，D 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，退出演习。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。是。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？报告还没有，敌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。都退出演习了，他们还干扰啥？联通后，叫江海马上返航，不得延误。参谋长，就是沟通不上也没关系，再过10分钟不返航，油都不够了。这一点，江海比谁都清楚。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明白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武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，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，并导致了敌军的全盘结束。如果江海就此收手，安全返航，或许还能功过相抵，减轻处分。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。师傅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好，我们走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，直插回去，至少可以进50公里。听你的。洞2、洞3、洞4注意，翻过山脊，沿最近弧线返航。洞2明白，洞3明白，洞4明白。回家喽。哎，万子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
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。哎，这下面是什么？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。没错，干扰源就在这儿。原来他藏在这儿。干掉他！师傅，我们已经没弹了。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，但他还在释放干扰，说明战斗还在进行。我没弹没关系，重量机上还有火箭弹呢。这样，我们俯冲佯攻，重量随后攻击，搂草打兔子，扩大战果。这演习都快结束了，他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，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。干扰我一上午了，我不打他打谁啊？我看呀，你是没仗打憋得慌。是，我早就憋疯了。通知栋梁，战术88要动。栋梁注意，栋梁注意，目标林中干扰台，执行88要动战术。栋梁明白，战术88要动。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，在干扰对方的同时，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。显然，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，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，不幸躺着中枪，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。师傅，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。你说的都是屁话，现在打不就是练吗？来，返航的油啊，够不够？返航是勉强够，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，可就说不好了啊。行了，够回家路费就行。下去了。爽！不好，我们被导弹咬住了。看清楚没有？什么大招？好像是肩扛导弹。我靠！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总局拉到头了，伤病还是不错。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。本来是不可能了，尽量保持平飞，冲出山谷。从山谷绕过去，油料肯定是不够的。先冲出去再说。叫栋梁下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不行，师傅，我们迫降吧。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，不能让武侠看成笑话。
团长，指挥部来电，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，明天一早开总结会。我们败了。是的。海军陆航团，我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。哎，团长，你看。 就是这小子，还没完没了呢！快，准备战斗！哎，团长，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？大队长，你先跟我们回去吧。不用管我，你马上返航，救援队会来的。 过去看看。是。不动！上！抓起来！不要！起来，给我抓起来！拿过来吧你！你想干什么？把枪还给我！是你袭击我们坦克的啊！轻点大哥！参谋长，这俘虏的枪。 这枪值几个钱？要交呀，交这架直升机。二位辛苦了，我是坦克团团长古霞。任务要到位。他们的机步营怎么突然出现在我们防空营的方向了？难道他们的装甲车会飞吗？失去了防空营，就失去了制空权。命令最近的装部1连2连火速增人。明白。拐洞1、1911、83洞1，命令你们立即起飞，执行预定作战任务。 浩明，露露，可以起飞了。是。洞洞1，我是234，我部已完全占领 D 集团军防空营阵地，敌防空营已被我全歼。报告营长，所有地方都已经找遍了，根本没有发现无人机残骸。这是我们找来的一个卫星定位仪，看来是从无人机上拆下来的。我们上当了。洞洞1，我是234。刘达，
这里没有什么无人机残骸，无人机根本不在第一防空营，我们上当了。什么？上当了？那卫星定位员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发现一个从机体上拆下来的卫星定位仪，信号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。这么说，无人机不在防空营，那肯定还在古侠手里。怎么了？无人机没搞回来？是啊，我们被骗了。不行啊，得问他要啊！你现在去要还有什么意义？马上开打了，只有打服他，他乖乖的给你送回来。无人机已经毁坏了，古虾留在手里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无人机上的技术机密会不会泄露？这倒不会。无人机一旦非正常坠落，自毁系统会清除所有的数据。我担心的是机上硬件，值好几百万啊，真金白银。你这么大一老板，还在乎那点钱？我能不在乎吗？我们是民营企业，在商言商嘛。放心吧，装备部不会让你有一点损失的。哎，你那玩意儿得改改啊，太不经打了。谁知道你们演戏还真打呀？早知道我飞另外一个机型了，那是全隐身机型，察打一体。只要对方的雷达一开机，我就可以照着他雷达打。那你不早说！队长，侦察营报告，刚撤离330要塞的陆军1号部队又返回来了，与刚开上的330高地的我装部3连发生了交火，但要塞已被陆军1号重新占领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坐下说。好。侦察营报告说，陆军1号特战营并未走远，撤出去有300米后就潜伏下来。刚才防空营这边一打响，他们立马又反扑回来了。看样子，你说，江参谋长把咱们都给蒙了。估计防空也顶不住了。这样，你通知装部2连撤退战斗，让他们的特战营占领330高地。没错。等他的特战营占领330高地，我们的炮群就可以集中火力轰击330高地。我们集中兵力火力，先把他的特战营吃掉再说。对，再回过手来干掉他的机步营，这样他空中突击旅2只在地上跑的腿就被我打断了。我倒要看看他在空中还能撑多久。旅长，一旦我们丧失了防空能力，他的武装侦察机就可以低空侦察，那样我们的坦克团就无处藏身了。这样，一旦开战，你马上通知坦克团，让他们从疏散的地域转入作战状态，各自展开行动，并向330高地特北。明白。营长啊，要塞已全部为我占领。刚才地军有一个装甲连攻上来，交火的10几分钟就退下去了。好，加强攻势和阵地，他们一定会再次反扑的。明白。等等。啊？你刚才说交火10几分钟他们就撤了？对啊。不是因为遭到你们的压制才撤的？我刚上来，3班他们先上来，发现地军有装甲车攻上来，他们就先组织作战，刚把8、9、8那个附近给占开，人家掉头就走了。怎么了？马上撤！撤！别跟那么多了，要塞里的人也沿路撤回，其他人乘直升机马上离开，快！明白。所有人准备撤离。队长，江海的无人机打开了，硬盘打开了吗？
数据传送下来了吗？没有，硬盘里的数据都已经自行清理了。我们用了很多种方法，都无法恢复。这么说，他们也是白费了。不，刑侦数据都已经实时回传到了江海的侦察平台数据库。哦，工程师说，这不是我们部队列装的无人机，是种新型高端机。它配备有全新的激光扫描系统和实时侦测系统，而且分辨率非常高。它还带有红外热敏装置，所经之处，地上任烟盒大小的物体，它都能用3维图形还原出来。这么说，我们隐蔽起来的坦克都被他们拍了下来。我想，只要是它飞过的地方，都是一览无余吧。哎呦，看来我们必须改变作战方案了，否则这样就会被动挨打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旅长，自行火炮营和自行火箭炮营都已经进入各自的发射阵地。打，把330高度炸平了。234，我是2点钟，一部迅速撤离，按原路返回。234，明白。装步营在这儿，还剩2个坦克团深藏不露啊！我估计离古峡的指挥所不会太远，不如叫江海先打他们指挥所。对，铜马蜂窝了。拐动幺，管动幺，命令你编队对 S 洞幺发起攻击。拐动幺，明白。一纵队，目标 S-1。拐动2，命令你立即对目标 S-4发起攻击。拐动2，明白。目标 S-4。拐动3，命令你立即对目标 S-2实施打击。拐动3，明白。目标 S-2。姚副旅长，您过来一下。旅长，我估计330高地应该炸得差不多了。通知装步营3连，马上返回330高地，我们也上去。是。你还别做装甲车指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江海在咱们这儿待了1个月的参谋长，他对这台车实在太熟悉了。你还是做越野车指挥吧。好，强子，强子，到，开车。好。
报告旅长，肯定是江海那小子给打的。奶奶的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准。鸭子到，不能走公路走了，从小树林绕道而行。是。检查怎么样了？报，这辆车坏了，抓紧时间抢修。是。你们两个上我的车。明白。陈班长，跟我们走。是。这是一场强龙与地头蛇的较量，也是一场双方指挥员智慧与性格的博弈。武侠在左童军江海的舆论战、心理战、电子战、信息情报战和快速机动的突击战等组合拳的步步紧逼之下，完全乱了阵脚，不得不四面出击，却被陆军1号武装直升机逮了个正着。地头蛇被逼出动，成了捕蛇人的囊中之物。连长，陆军1号肯定是被我们的炮火打得不敢再回头了。山寨吧，山寨吧！我是装部3连长，我连已到达330高地，陆军1号阵地被我炮火彻底摧毁，人员溃逃。大功告成了，胜利了！撤，快！
旅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旅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江海，我没想到你敢骗我。兵不厌诈嘛，旅长，这可不赖我啊。昨天晚上我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们的战术意图就是深侵巫峡，可你就是不听啊，还出来到处跑，实在背不住了，旅长。小哥还在纳闷，都已经改成越野车了，我们怎么还能跟踪到你啊？看看你副驾座椅下面放的东西吧。发出的信号，我们通过卫星定位发现了你的位置。旅长，小弟给你赔不是了，来日必将负荆请罪。吴旅长，对不起了，只能说是你们运气不好了。局长，演习指挥部通知，演习到此结束。这是裁定书，请您签字。我觉得咱们旅长啊，根本就不是运气不好，是 EQ 不好。说什么呢？报告，没什么。